你可以帮我开一下车吗？然后听他说干嘛？我就说没有，我们想打炮。我有听说你特别喜欢攻占铁梯。对啊，可是他真的很难攻哎，可能要把他灌醉之类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今天我们有荣幸邀请到我们所有女同志里面认识最疯狂的一位朋友，她就是女同志酒吧 Wonder 的猫。嗨，我是猫。好，我想问一下猫，因为猫就是阅历非常的深厚嘛，就是又开女同志酒吧，然后又认识很多的朋友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你觉得很疯狂的女同志事迹？我个人就是有一件很有名的事迹，就是我跟我老婆在后座性爱。就是有一天呢，我跟我老婆就说我们要开车去高雄，然后去高雄的途中，我们就经过了云林，就去找了一位我们云林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到云林的路上，然后我们就有一点就是欲火难耐这样。就是你自己开车开，本来是你开车，本来是他开车哦，对，然后可能那时候热恋期吧，现在不可能了。所以那时候开到云林的时候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哎，那个 Tina， 你可以帮我开一下车吗？然后 Tina 说干嘛？我就说没有，我们想打炮，我们想要去后面坐一下。然后 Tina 就想说好，他就开，然后结果他就开一开之后，他就把音乐越放越大声。跟你们刚刚你们声音很大是不是？其实还好啊，因为只有就我的声音啊。然后 Tina 后来就一直跟大家抱怨说她觉得很恶烂，然后还不敢看后照镜。那怎么还会答应？天哪，我会疯掉哎！我觉得 Tina 可能暗恋我吧。那你是0号还是1号？我其实是不分，但是我老婆就是她下面可能有一点障碍，所以没有办法让我进攻。我有听说你特别喜欢攻占铁梯。对啊，可是他真的很难攻哎，可能要把他灌醉之类的。所以目前没有过。目前没有。哦，他在瞪我，好恐怖哦！没有，真的还没有攻占过。我觉得很好。对啊，好吧，期待有那一天。我每次要灌他酒，然后他都会一直问我说：“我为什么要灌他酒？”对，他很害怕，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年纪比较大，所以要解脱会有点难吧？你知道保护自己已经守了40年了，很难再打开吧？那这个我觉得蛮疯狂的。那你现在开店以后啊，就是店里有没有一些很疯狂的客人的行为？我有一个很有印象的事情，就我们有个客人啊，他之前就陪他同性恋的女生朋友来Wonder喝酒，然后因为那个女生朋友失恋，结果后来那个客人就喝的比他朋友还要多，然后就整个超醉的，然后躺在我们外面的那个人行盖，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刚开店没多久。然后就觉得客人在外面有点难看，又女生很危险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员工说，还是就是我要帮他叫车啊，让他回去什么。然后可是他就整个超醉，他手机也打不开。然后我就说，不然我把他带到我们家客厅好，让他睡客厅。然后员工就会觉得我太好了吧？对，没有那是以前，现在不可能。后来就是我员工就帮他叫了救护车什么之类的，还叫救护车哦。对，然后那个客人后来就变成我们的熟客跟朋友。然后他每次都说还要在Wonder就是找男朋友，因为他异性恋。然后他在Wonder2年哦，每天就是很常来，每天来，还会煮那种水煮蛋给我们大家吃。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。哪个异性恋会在女同志酒吧找男朋友啊？还煮蛋吃是什么概念？而且，然后我们就是劝他出柜，他都完全不出柜，他就一直说什么我就不是同志啊，怎样？我喜欢蛋。然后上个月的时候他就交女朋友了，上个月而已。他们好像在一起2-3个月，反正他前几个月他交女朋友了。然后就是那一次出轨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就说你看吧，就说你是对，我们就呛他，然后他就呛我说怎样爱不分性别啊，反正他最近跟他女朋友就很火热啊，对，还有我们的
我们最近新来了一个店长，他是一个 T， 然后客人最近就很疯狂就有客人竟然跟我们说他很像白马王子，我真的觉得他我真的觉得他蛮帅的，是因为灯光吧，比较暗吗？我真的觉得像那个 Wonder 的店长是店长对不对？对，他店长蛮帅，然后Mo就一直把他贬低，一直耍很凶。等下可以 P 他的照片吗？我提供给你。可以、啊，就还好，有人为了他而去 Wonder 吗？会有客人为了他，而且真的会有客人为了员工然后来 Wonder，还喝酒喝到没有钱，然后就压自己的证件。谁要你的证件啊？我要钱好吗？证件不值钱啊。反正就是，我觉得客人真的很疯狂，好夸张。那听说你们客人是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你们店里上演分手擂台？有遇过，就是有客人分手了，然后各自带新女友来Wonder，然后喝醉之后正在店里打架。他们都已经有另外一个新欢，他们还要打，就看不爽呛起来。是 T 跟 P 吗？还是没有的，我觉得 PPL 真的很暴力啊，真的假的？其实我没有看过 T 动手可能 T 有一个叫什么 gentleman 的感觉。Mo真是辛苦了，对啊，好辛苦哦，开店好辛苦哦，还那么多人说要开店，累死了。那你因为 Wonder， 你有去国外认识很多女同志吗？我们去年在办大活动的时候有出国去宣传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认识一些女同志，应该说我那时候去年去宣传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有跟他们说，我们等一下几点会在哪一间酒吧宣传，然后就真的很多女同志来。我那时候比较不懂得保护自己，我就喝很多，然后喝到很醉，然后就是有完全不认识的客人就说，我帮你叫车回饭店，我送你回去，你这样很危险。但还好我遇到的粉丝人都蛮好的，就真的把我真的送你回去，就真的把我送到楼下，然后就走了，就没有跟我上去。对啊，你活得很失望，你活得好。对，但现在就觉得要安全一点，毕竟结婚了。但我觉得粉丝们其实都蛮照顾大家的。那你就是像你们店里，你就会看很多 T 啊，或者 P，也有可能是不分啦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可能 P 比较被当公主对待，然后 T 可能就是有没有那种被差别待遇的经验？我们上礼拜那个10月31号的那个活动，然后我们有在外面设了一个香肠摊，就是烤香肠，因为想要让大家在外面抽烟的时候可以买东西，然后很无聊可以吃东西。然后那天我就请我们店里2个 PPL 去顾那个摊位，然后顾一顾之后1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就走进来喝酒。我就说你们在干嘛？你为什么没顾摊位？我的香肠摊呢？然后他们就说没有啊，超多 T 在帮我们烤香肠。女生真的是不管什么性向，我觉得只要是长头发、漂亮一点的女生，好像都会受到很多差别待遇。很容易被当公主。还有就是我们的那栋大厦里面会有管理北北，然后前阵子我们店长那个白马王子店长打电话给我，帅 T， 对，他说Mo， 我跟你说，那个管理室说啊，以后我们公休不要把一些东西寄放在那边啊，他不想帮我们收包裹什么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因为你长相的问题。然后后来那一天，我就跟我们店里的 CJ，也是一个漂亮的员工 ，CJ 辣妹，对，她很辣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2个人在拆箱子，准备要把垃圾拿出去丢。其实我们2个力气也蛮大的，我们就一人扛一个垃圾啊，然后拿箱子拿出去这样。可是我们就可能穿短裙啊什么，就这样在做工，就辣妹。然后我们一出去之后，那个阿伯就走过来就说：“哎呦，你们这样会很重，你们就放那边就好了，没关系，那个箱子我帮你们拆啊，垃圾丢不上去很满，你们就放地上就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处理。”完全就是差别待遇。对啊，完全就是白马王子，你真的要多做一点啦。还是白马王子说，我以后还是把头发留长好了。留长会好看吗？我不知道可能也会有一个市场吧。这集播出之后，他会就提10成。我觉得他会因为这样子可能更有名吧，就可能之后他对更多人为他喝酒什么的。那最后我想问，就是你开女同志酒吧嘛？那有没有一些就过度疯狂的客人，你真的觉得受不了他们的行为，败坏他们、制止他们的行为，然后你想趁此机会呼吁一下？客人们喝很多，然后来玩，可以放松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可是有一次，我员工就跟我说。他就说，因为其实我员工清呕吐，他们是有钱可以拿，我会付他们钱，就是你清一次，反而还有钱拿这样。这好老板。对，然后呢，有一次员工就跟我说，我今天打开厕所啊，我看到的不是呕吐，是粪便，他就是看到了一些
感觉不是从喉咙出来的，对不起。你们咖啡色，说不定可以从喉咙出来。咖啡色充满腐败的味道。我觉得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员工们很辛苦。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塞就是没有进到马桶里面，就是喷到其他地方？我不知道他是蹲的时候没蹲好，还是裤子还没脱下来，还是裤子太紧，然后喝醉拖很久。我真的不知道哎，好丢脸哦。可是后来这个客人就真的比较少出现了。哦，那你知道是谁哦？可能是满满吧，满满。你不要污蔑我们家满满，他会在定点便便好不好？他会定点便便。所以你就是想说，从此请在 Wonder 插赛的时候插在对的位置。我们有马桶，要对准，不然我们叫满满教他。满满插赛大师，满满。好了，大家真的一定要好好遵守规则，疯狂归疯狂，就是女同志的门面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守住。对对。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猫，就是分享这些疯狂事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好像都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发生，不是，这个是跟我们同一个世界。好啦，谢谢猫，大家拜拜喽。舔他捏捏，舔他捏捏。好，你来跟我们一起录，他可以在后面。好，好，嗯。